八字身强身弱，并不代表身体上面的弱或者是强，得不得月令啊，或者是你通不通根，你的八字的周围有没有人帮扶你？这个木生于春天，那当然是身强了嘛，对不对？对，木生于秋天，金克木，这个木就不旺嘛。身弱的它的特性是权重，我就是身弱的人。身弱的人也容易出巨富。就比如说你看成龙，他也身弱啊，看八字他10几万拿不出来，后来他愿意拿200万来看风水，说香港没有风水老师啊，东南亚没有风水老师，原因就在这里。大家好，我是道元。年关将近，许多粉丝都私信来询问新年的运势走向，所以我决定12月31日前在 WhatsApp 群与大家做一次新年的指引，看看新的一年里有哪些时机值得把握，哪些潜在的危机我们需要提前的规避，事业上的贵人与机遇落在何处。丙午年火运太旺，又会对我们的健康感情带来怎样的影响，我都会在群里给大家讲清楚。大家可以联系我的助理进群，提前进群的粉丝有机会拿到免费的个人分析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那还没有助理联系方式的，记得尽快添加 WhatsApp 85246198842。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道元观觉的频道，我是安南。Hello， 大家好，我是道元。道元老师，其实我最近有跟我的一些朋友们聊天，我就发现他们还是分不清身强跟身弱，就是他们可能会把身强表示为精神很好，身体很棒，身弱就是表示精神不好，身体很弱，他们就会混淆这种理念。所以这一集我就想请我们的道元老师给大家讲一讲这2个基础概念。我跟大家讲，我们八字身强身弱，它并不代表身体上面的弱或者是强，它指的是我们这个日元和月令之间这种关系，得不得月令啊，或者是你通不通根，你的八字的周围有没有人帮扶你，然后定义你八字的先天的那个五行的强弱，五行的能量强不强，是这样子的。很多人反映就是说，八字到底强还是弱，是吧？可能有些大师他会教你数啊，你木有几个木，有几个木。就比如说上次我们有一个粉丝找我看八字，我就给他定了身弱。他说我怎么会说弱呢？他说我1个水、2个水、3个水、4个水，全是水。然后所以我是水命，我当然不缺水啊。如果你是个大江大河，河床已经干了，然后你旁边放几瓶矿泉水有用吗？这个河已经干了，它一定等到什么梅雨季节是吧？对啊。然后下大雨，是不是？然后水旺的季节它才会旺啊。比如说甲木生于寅月，因为春天嘛，这个木生于春天，那当然是身强了嘛，对不对？对，因为它生长嘛。对，如果我们这个木生于秋天，秋天是属于金嘛，对，金克木，这个木就不旺嘛。那我们刚刚讲的是一个整体的大概的一个身强身弱的一个概念嘛。那如果我们单从个性和做事风格方面来看的话，身强跟身弱会有什么典型的一些特点呢？身强的人，首先他主观意识强了，比如说他做决策很快了，对吧？他抗压能力也比较强了，然后还是冲动型的，也不太顾及别人的感受，无所谓啊。那如果是身弱的话，可能就会相对于比较柔弱一点。身弱的他的特性就是情感细腻，比较喜欢依附，就靠别人，是，然后抗压能力比较差了，就是你拖拖拉拉了，恋爱脑了，就是女人就是恋爱脑了。感觉道元老师在点我不，这个不是在点你啊，因为我也不知道你生活什么样子，对不对？但身弱的人他就是这样子的，身弱的人比较没那么讲究，有洁癖的人就是身强的人。权重，我就是身弱的人。我讲的不是你啊，对，就是这八字里面就是说一些身强的人特质和身弱的人一些特质就这样子。那如果是在事业上面的话，这2类人分别适合从事什么路线呢？身强的人当然是开拓啊，领导力啊。身弱的人，因为他心思比较细腻，所以做些后勤啊、保障工作，然后的话做沟通类的啊。身弱的人可以打打哈哈，示一下弱，柔弱胜刚强嘛。其实一个团队里面，他也有身强的人，他也有身弱的人嘛，这样子。那其实这些成功人士是身弱的多还是身强的多？身强的多了，身强的多，因为他抗压能力强了，他会积极的抓住机会了。大家可能听到自己是身强，可能会普遍高兴一点，心情会好一点。不喜欢自己听到自己是身弱，他们会觉得身强的更加能有成就。这种说法其实是正确的吗？还是要看你什么样的命理。身弱的人也容易出巨富。这个八字有病嘛？对，有病有药，他就能够擦出不一样的荷花。对，他就会那个能量突然的爆发。比如说，春天生的木就很旺，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现在冬天生的木它也很旺呢？
比如说像大棚蔬菜啦，本来冬天里面是没有蔬菜的，是不是？对啊，乙木是没办法活的，对吧？嗯，但是它打一个大棚，里面让它很温暖，用很温暖的这个大棚化解了它的寒气，就调候了，对不对？那么它依然可以长得很好。是，所以如果你的八字里面本身是身弱，但是你的大运里面或者流年里面给了你这个很好的这个环境，那么你依然可以长得很好，依然可以什么当财。就比如说你看成龙，他也身弱，他也不怕死，然后他反而看起来很强，是吧？是不是？他的大运流年，包括他的名字，取得很好，所以就综合了。这就是什么？有病有药，让这个命运发生不一样的这种变化。对，因为我们所有的人的命理，它都是随着五行的运转嘛。我原来有一个我的粉丝啊，他原来很穷的啊，每个人说他是身弱，然后他在又不走火运的年份，他就很穷，他就来找我，他说我什么时候能发财？我就说你换份工作就可以发财。就这么简单。原来的工作是什么？白天上班。我跟他讲，我说你晚上上班就可以了。因为他只要晚上上班，他就生强。为什么生强？他就不理解为什么丁火的特性是什么？你看这些灯光都是丁火呀，是不是？因为你每天都开这个灯，你周围全是灯，然后电脑也是灯，他那个时候就力量很强啊，所以他就做什么都能赚钱啊。很多人又干劲就又来了。那白天不是火吗？白天不是有丙火吗？如果你丁火身弱，你丙火一出来，哪有丁火的官？他很有才华，但是他就没有用武之地，人家都看不到他。他晚上的时候，大家都可以看到他了。原来是看八字，他10几万拿不出来，后来他愿意拿200万来看风水啊，找任何人算命都算不准。每个人都说那这个人八字很穷，可是人家就是几年以后，人家就开着宾利，然后再开着宾利去找原来的大师，说你原来说我发不了财的，为什么我现在可以开宾利？然后人家就说，哎呀，你这是特例啊，怎么的？有的命我们是算不准的，就不是，这就是什么呢？就是没有所谓的说，身强就一定好，身弱就一定差，它不是这样子的。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面，就我们不会产生一个派别叫盲派。盲派八字，他的看法很不一样，我好像有了解过。就他不论身强身弱的，是，他都是掌诀和口诀，他并不需要排盘啊，对吧？他在手上啊一掐指就知道，所以这个派别就延伸出来了很多的这种口诀。我们家学也有盲派的对于八字里面独特的理解，所以我们这个家学里面呢有接近500句口诀，只要背会这个500句金口诀，你去看八字，你大概超越这个市面上90%以上的这种八字老师呢。如果大家对先生的金口诀八字感兴趣的话，可以进入我们的卧室群，然后看看老师的八字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因为我们的群里面也会分享一些道阳老师独特的一些八字知识啦，和一些道阳老师的家学，我们就是可以从中汲取到很多知识点。八字里面，我跟你讲，它是千变万化的，而不是只是说看表面上的这种身强和身弱的。因为什么？阴阳五行时时刻都在变化。所以，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看八字，我们也会问，你的工作性质是什么？如果你不知道之前的一些情况，如果你按纸上八字里面去照本宣科的话，那是不可以的呀，是吧？你不能够给一个西方的人说你的肠胃功能不好，西方哪有肠胃功能啊？是啊，西方人家是用肝去消化的，他不是中国人用脾胃去消化的，所以你要了解他的身体构造。我们有12长生嘛，你要了解这12长生，并且在什么时代下面去运用。现在你看是个科技时代，在这个时代背景之下，八字我们要有灵和，要与时俱进。很多人看命不准的原因就是没办法与时俱进。就比如说他看一个女人说这个女人是绝后没有孩子出生，她什么三观三进，三观三进就代表这个女人生不了孩子的。可是我也在八字中看到很多三观三进的，有很多的孩子。这又怎么说呢？因为三观是来生财的嘛，有钱就能解决这个问题。生孩子可以不用自己生，自己受孕不了，还可以人工受孕。原来过去是有钱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以前在中国生孩子的话，头胎就是一生。那现在说生孩子哪里还是就是一生呢？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曹操他娶20多个寡妇，难道他真的是喜欢吗？不是，因为生完孩子的女人再生孩子的时候，她方便一点点，她不会有那么大的风险。因为过去古人吃什么打仗亲兄弟嘛，上阵父子兵，要生很多的孩子。所以这就是新派命理这么子看，你不能够说按照原来的传统命理。为什么说我说香港没有风水老师啊，东南亚没有风水老师的原因就在这里，因为他们不了解这个人文世界是怎么样子，所以一定要有大格。为什么先生算命这么贵？为什么先生就服务那么多的这种大客户啊，1000万、几百万的这种那么多的原因就是命理师他的格局、胸怀、眼界是不一样的。
当师傅的眼界已经高的时候，他才可以给到你更好的一些指引和方向。那当然，其实我们有些观众朋友可能还是想要根据自己的命盘去判断，那有没有什么比较简单的方法？还是看阅历嘛，是吧？你有没有通根嘛？但是这是初学者，你们可以这样去看。对，高手都不这么看了，好吧？如果大家有兴趣，也可以留言，也可以添加我们的 WhatsApp 进入到我们的群聊，然后在我们的群里面跟我们的道友老师一起去探讨这个八字的理论。对，是的。今天的内容呢，到这里也就差不多了。如果大家想要听更多的内容，或者说关注有更多实际的技巧的话，也可以关注我们的 channel， 也可以多跟我们互动啊，在我们的评论区多给我们留言。那我们下一期再继续聊，拜拜。下期再见，拜拜。